在过去的3年里，科学家们进行了许多项研究，试图找出新冠肺炎的确切原因，以及人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免受疾病侵害并更快的康复。这包括探索益生菌、肠道健康和新冠肺炎之间潜在联系的研究。朋友们好，我是老吴。益生菌可以帮助预防或治疗新冠感染吗？先说结论，益生菌不会使您对新型冠状病毒产生免疫力，或阻止您患上新冠肺炎。益生菌也不能治疗或治愈新冠肺炎，但是它们确实可能有助于缓解与病毒相关的一些症状。先来谈谈微生物对肠道的重要性。肠道微生物群包括细菌、病毒、真菌、古细菌和蠕虫，其中细菌占绝大多数。它是一个由300到500种细菌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的家园。这些肠道菌群的代谢活动类似于器官的代谢活动，因此肠道菌群也被称为被遗忘的器官。肠道菌群执行许多重要的健康功能，它能够产生维生素，包括维生素 K 和一些维生素 B 群。它还将纤维转化为短链脂肪，为我们的肠壁提供食物，并执行许多新陈代谢功能。这些脂肪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，并增强肠壁，使我们的肠壁更加紧密。这有助于防止不需要的有害物质和毒素从肠道进入身体，引发发炎或免疫反应。肠道菌群对摄入的饮食高度敏感。研究表明，不平衡的肠道菌群与多种疾病有关，包括肥胖、2型糖尿病、代谢综合症、心脏病、结肠癌、直肠癌、阿兹海默症和抑郁症。益生菌是细菌、病毒、真菌和其他生活在肠道的微小生物的集合，可以借由支持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群，来改善这种不平衡的肠道菌群，让我们的肠道能发挥最佳功能。再来，新冠肺炎和肠道健康有何关联呢？一项2020年的研究发现，因新冠肺炎而住院的人与没有感染呼吸道病毒的人相比，其肠道中的细菌组成有明显的不同。在比较了2个人群的粪便样本后，研究人员注意到，新冠肺炎患者肠道好细菌较少，而坏细菌或致病的细菌较多。这些发现表明，中度至重度的新冠患者可能会经历肠道菌群水平的严重变化。一项2021年的研究发现，与肠道健康状况良好的人相比，肠道健康状况不佳的人在感染新冠后引发的症状更为严重。总体而言，新冠肺炎可能对肠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并且对已有胃肠疾病的人影响更为严重。而近期研究表明，通过补充益生菌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，可能有助于缓解与新冠相关的一些消化系统症状和副作用。事实上，2020年一项针对318名中度至重度的新冠肺炎患者研究发现，将近2/3%、61%的患者出现了肠道症状，例如食欲不振、腹泻或恶心。而这些人肠道内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水平严重低下。后续在透过补充这2种益生菌之后，患者的症状普遍获得缓解。一项2022年研究结论，由于益生菌及其代谢物的抗病毒作用，益生菌补充剂可以与疫苗一起使用，来帮助预防感染。换句话说，益生菌可以帮助身体对抗传染性病原体。另外一项2022年的研究还表明，益生菌可能有助于减少症状的发生。在这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比较了服用益生菌的新冠患者与服用安慰剂患者的症状。他们发现，那些服用益生菌的人不太可能出现新冠肺炎症状。临床试验对新冠肺炎和益生菌有何看法呢？探索益生菌对新冠肺炎影响的临床试验揭示了什么？结论是，益生菌可能对新冠患者有益。在一项临床试验中，
试验对象为轻度至中度的新冠患者。医院以 Immuno-SEB 系统酵素复合物和 Probioset CSC3 益生菌复合物作为补充疗法。结果显示，那些服用补充剂疗法的人住院天数更少，炎症标注物显著减少，疲劳也更少。而在另一项临床试验中，试验对象为受长新冠所苦的参与者，研究人员提供了相同的酵素益生菌组合给予治疗，结果发现91%服用该组合的人在14天之内没有疲劳，而服用安慰剂的人中只有15%的人很快没有疲劳。主持以上临床试验的 Advanced Enzyme 公司技术经理 Abhijit Roty 表示，最近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，酵素和益生菌一起使用时，不仅有助于减少新冠肺炎的副作用，还有助于更快地从后新冠并发症中恢复过来。根据发表在美国家庭医生杂志上的较早研究，普通成年人的益生菌每天建议补充量是10到200亿个菌落形成单位。常见的复合益生菌的食物，例如酸奶、泡菜、德国泡菜，其益生菌的数量往往低于建议的每日摄入量。因此，补充益生菌对于维护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，也是有必要的。帮助降低长期感染新冠的风险。感染新冠肺炎的人中，约有20%康复后会发展为长新冠，通常包括以下症状：精神疲劳、身体疲劳、发热、呼吸困难、胸痛、咳嗽、头痛、月经变化、肚子痛以及腹泻。目前关于导致长新冠的原因知之甚少，但是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提示，如果符合以下条件，则有更大的可能会患上长新冠：一、未接种疫苗；二、新冠中重度患者，尤其曾经住院或需要重症监护；三、在新冠感染期间或之后经历了多重系统性炎症综合症，例如心肺、肝、肾、大脑等器官的发炎损伤；四、有其他潜在的健康状况，如各种慢性病和退化性疾病。益生菌可以支持整体肠道健康，进而支持免疫健康，以帮助降低感染的可能性。它还可以减少某些新冠症状的发生率。然而，益生菌并不能代替适当的疫苗接种，也不能起到治愈作用。除了补充益生菌之外，我们还必须要保持身体健康，来做到以下几点：一、吃营养丰富的食物或饮食方式，如地中海饮食；二、减少促盐食物的摄取，如碳水化合物、精炼植物油等等；三、定期活动身体；四、消耗足够的水；五、限制酒精和药物的摄入；六、戒烟；七、优质的睡眠；八、管理您的压力水平。最后，老吴要说的是，新冠病毒不会选择它会感染谁，但是你越健康，你就越有可能不需要忍受其他人所经历的所有副作用，并且能够战胜疾病。你的身体更有可能更容易抵抗感染，安全地度过这波疫情，快速地回归正常生活。